恭喜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成功了完成了脸书开发人员，并且应用程式的这个账号的设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实际的使用阿米巴版来进行推文喽。那同样的，在使用阿米巴版的同时，那么我们这个要请大家准备好的，当然就是阿米巴版以及连线。那么这个连线呢，目前我是接到了我手边的这台的笔记型电脑上面。那么我们首先大家来看的是这个程式的部分，所以请大家先切到了我们这个Arduino 的 IDE 界面。好的，在开启 Arduino 的 IDE 界面之后，请同学们跟着我选File Example 底下的阿米巴 WiFi 的部分，然后呢，在脸书 Facebook 这边点选第一个 Facebook Feed Publish。好，点选成功之后，就会开启了这个程式码。我首先快速的大家来看过一次这个程式码，前面同样是这个注解的部分就不看了。好，在这个程式码进来的地方，那么同样的，由于我们等一下是要透过阿米巴版，然后呢连接上无线网路，然后让阿米巴版可以来做代替我来在脸书上来发表一篇文章来推文，所以我必须要先让阿米巴版可以成功的连接上我的区域网路。比如说在第16行地方，那么我的区域网路当初我先设定好了，叫一个叫阿米巴的网路，它的密码可以是888888个8。那各位同学呢，那么你呢就是要按照实际上你所处的一个环境的无线网路所提供的SSID 跟 password 来进行键入。那同时在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范例里面20行的部分，它已经把 Graph 这个 API 的这个 server graph.facebook.com 写到22行里面了。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在24行的时候，其实这边有个 SS token。这个 SS token 呢，就是等一下，那么你要使用阿米巴版来代替你来发表推文，所以你要把存取权杖，然后呢填入在这个位置里面。那所以请各位回到刚才我们的 Facebook 开发人员的存取权杖的页面。好，在这个页面的部分呢，请大家把刚才这中间这一个存取权杖，然后呢进行 copy and paste。你可以用 Ctrl+C 或者是你用这个按右键按复制的这样的动作，然后呢复制完之后，然后再回到你的 Arduino IDE 界面，然后把它贴上。好，这时候就是代表是等一下我可以利用这个 Arduino 上面所跑的程式，它就有了一个存取权杖，可以来授予它一个权限，在脸书上发表推文。好，那接下来第27行的部分呢 ，feed ID me 是什么意思 ？feed ID me 的意思就是说，那其实你根据你的存取权杖，然后呢，那你用什么身份 ，me 就代表是我，就是所谓的这个使用者，就是 FB 的账号使用者的本人，所以它其实这个现在用 me 呢，就是代表我用这个本人的身份来发表文章。那么，如果你是要贴在社团或者贴在粉丝专页的话，那你就要选择是 group， 就不是选择 me 了。好，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示范方便，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账号发表文章在我们的涂鸦墙上面。好，那接下来呢，第30行呢，那么 define message list size 代表是说我要有几则讯息，那这边是有5则讯息。那各位往下来再继续来看这5则讯息是谁。32行里面开始就定义了这5则讯息的内容。第一个叫 Hello World， 那第二个呢叫大家开始看到有些乱码出现的 This is an Amoeba application，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井字号20、井字号20、井字号20、井字号20。那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原因这是因为在网页的编码方式跟我们常见的这种在笔电或者是桌机上所使用的一般所画面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它连空格都有一个特殊的编码方式，或者是特殊的符号也有它自己的编码方式。所以呢，我们一旦就是要贴讯息在
这个透过 HTTP protocol， 然后呢要把讯息贴到脸书的这个页面上面的时候，就要遵循这样子的一个编码方式。那第一个讯息是我个完全没有特殊符号也没有空格的 Hello World。那第二个部分呢，那么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符号。那同样的，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其他的讯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么同样的，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的页面里面。好的，在我们这个页面底下呢，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个 URL 的 encoder，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 HTTP 发送的讯息，需要经过适当的编码的话，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网页来完成。这个网页的位置，然后呢，在 http://mayorweb.com， 然后底下 Erica Tools， 然后呢 Decoder 的这样子的页面，这样子的一个网址。那各位同学也可以来跟着我一起操作。好，那各位同学成功的进入这个网址，然后来到这个网页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中间的这一块视窗，然后呢键入我们所想要的资讯的内容。譬如说，我们甚至今天我们想要来写的是有中文的字，譬如说我爱阿米巴。好，当我键入了我爱阿米巴之后呢，我再点选的是 encode， 就是编码。好，所以各位同学就会在它 encode 按完之后，得到了一串有井字号符号开头的一个看似像乱码一样的这个编码方式。那这个其实就是 URL 值，就是 URL 的特殊的编码方式。那么我们就等一下把这样子的一个URL 编码好的字串贴回我们刚才的这个程式里面。比如说，我们把 Hello World 这一串替代成刚才我们编码好的这些%16%、88%88%、91%、16%、84%、9B 阿米巴。好，那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不过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编码方式。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程式再继续往下看，这其实下面的部分就跟传统上那么WiFi 的连接有点雷同。大家看到在 Setup 部分，那么就先看看我们是不是透过 SSID 跟这个 Password 可以成功连接上你的区域网络。如果可以的话，就会通过，那么就会显示 Connect to Wi-Fi 的这个讯息。同时在 Loop 的回圈里面，那么由于刚才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阿米巴当成是一个 Client 客户端，那么它会尝试着连接到书的这个 Graph API 的这个 Server， 所以它其实就会透过443的 Port， 然后来连接，看看是不是有成功。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就会显示错误的讯息，并且重新的尝试。那如果有成功的话，它就会跳离这个 while 回圈，继续往下。那跳离回圈往下的第一步就告诉你，就说，如果你成功的连接上了脸书的 Graph API 的 Server， 它就会显示这个讯息在这个画面上。同时，那么我们接下来的58行到67行本身就是在准备我们要透过阿米巴传送什么样子的讯息给脸书的 Graph 这个 server， 那么它是以这个 HTTP protocol 的形式来做沟通，所以它的沟通方式，它也要透过 client 去 print 一连串的字串。那么譬如说我接下来要 post 要贴一个文，然后呢用 2.11 的版本，然后 feed ID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me， 就是以使用者的身份来贴，然后呢并且它要贴入的内容是什么呢？比如贴入的内容是首先 SS token。然后呢是什么？那我们在上面一旦有适当的设定好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刚才我们一长串的字串 SS token 存取权杖贴到这边来，并且 and message 等于就是我们接下来贴什么讯息，然后就会去存取 message list 适当的这个索引值。譬如说我要贴的是第0，索引值为0的，索引值为1的，索引值为2的，索引值为3跟索引值为4的不同的讯息，然后一则一则的，然后贴到脸书上。那同时，它在贴完一则之后，然后它就会把索引值再加1，就会到下一则去。然后下面呢，那它同样的，然后呢会然后会贴这个 HTTP， 然后 1.1， 然后看看 host 的状况，把 server 的讯息，然后也印出来。好，然后呢，在整个完成之后，那么它其实第一则讯息完成之后，它也会在反复的在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回圈，好，在这个回圈里面会反复的执行。然后呢，每延迟1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会发送一则的讯息到脸书上。
那以上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脸书推文，在阿米巴版上面做脸书推文的程式的一个操作。好，那在我们简单的讲解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来尝试的看一下这个程式在阿米巴版上面运作完之后，到底对我们的脸书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好，首先我们来进行编译跟载入的动作。好，在烧录完成之后，我们就看到 Embed 的这样子的一个目录的视窗就跳出来。我们先把它关掉，并且打开我们的序列显示器 Serial Monitor， 然后把 Auto Scroll 先取消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阿米巴实际的来执行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个程式。好，那同样的，前面这些讯息呢，就是如同以往的任何的程式是一样的。然后，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这一行看到了，我们给定了一个 IP 之后，它成功的连接上了我们的区域网络的 WiFi， 并且它已经透过区域网络连接上我们的 graph.facebook.com 的这样子的一个伺服器。然后呢，那接下来它也会回传，我这个是不是成功的有连接上伺服器的这个功能，并且开始传送我们刚才要传送的第一则讯息。好，当我们看到了这个 ID 出现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刚才测试发文一样，就代表了我们其实已经成功的透过阿米巴连接上区域网络，在脸书上帮我们发送推文了。所以我们来切回来我们的脸书账号，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刷新一下。好的，各位同学，在你的脸书账号上面，应该如同我的一样，你这时候就会看到“我爱阿米巴”的讯息，这个脸书的贴文就成功出现在你的个人账号的这个涂鸦墙上面。那么，同时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程式的序列显示器上面。那各位同学，由于我们刚才讲的阿米巴版，这时候它里面有5则讯息，那么它所设定的是每隔1分钟，然后就会把下一则的讯息再推播出去。所以我们来看到，在下一则的讯息的确也跑出来了第2个 ID， 也就是它在第2分钟之后也成功的把第2则讯息，然后呢推播送到你的脸书涂鸦墙。我们再来检查一次。好的。各位同学，这时候你就会看到第2则讯息 ，This is an Amoeba application for Facebook。这则讯息就成功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脸书涂鸦墙上面了。那当然，你可以预期等一下第3分钟、第4分钟跟第5分钟也会有其他的讯息将会陆续的出现。那以上就完成了我们这个礼拜的脸书推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操作。那么社群软体有非常多不同，还有很多不同的社群软体。不过相信它的同样的推文方式也跟我们脸书的推文方式，然后呢也是雷同的。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研究一下其他的社群软体要如何取得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权杖，并且尝试的可以自己来写一个简单的程式，利用阿米巴版，然后呢透过区域网络来推播一些讯息，然后呢到其他的这个社群软体上面。那以上就是本周的课程。